大家好，我是055 Terry。看完昨晚的比赛，没想到 G2 就这样被送走了。作为一个 G2 的老粉，确实心里是有点难过的。但看完比赛，其实可以总结为上下确实英雄池太浅了。此话怎讲呢？其实 G2 在和苏宁打小组赛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把底牌全部露完了。今天的比赛确实各条线个人能力就有差距，不过我认为其实在他们 BP 上就已经放弃比赛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大家要知道 DWG 的英雄池，辛德拉、豹女、青钢影、卢锡安这4个英雄 BP 率和胜率是最高的。先说辛德拉，这个英雄上限很高，只要2件套就可以成型。在中期，他的定点秒杀能力与配合打野能力是其他中单无法比拟的，而且在后期的成长曲线也不错。在之前的莎士比亚对决中，Showmaker 的辛德拉关键一推打开局面，率先拿下先锋，所以辛德拉不能放。2020 LCK 夏季赛上 ，DWG 打野选手堪勇使用豹女成功成为首位斩获5杀的打野选手，他的 AP 野核玩得特别好。S10 开赛以来，豹女就拿到1次，而且还是 MVP。反观 Yakos 的豹女，懂的都懂，所以豹女也不能放。那卢锡安和青钢影呢，也是不能给 DWG 的。牛宝的卢锡安师承帅哥，而卢锡安在 S10 比赛上没有哪一支队伍敢放给 DWG， 因为这个英雄线上非常强势。卢锡安在经过了几个版本的 buff 后，其前期的对线压制力与中期大招的夸张伤害，让这个英雄最终走向神坛。中路的传统法师经不住他一套爆发，而在线上手长打的对面上单也是非常难受的，很容易就直接穿线了。再加上魔切流出装的兴起，不至于像以往那样前期拿不到优势就毫无作为，所以早把补线卢锡安杀掉。更令人头疼的是 ，DWG 中上2路卢锡安玩的都特别好，选出来是可以摇摆的，这就非常麻烦了。青钢影呢，它是一个体系英雄，可以分带，可以开团，可以搭配卡牌和加里奥打体系，而这套双卡双带的组合也是 S10 开赛以来公认的最佳体系。所以我们回到比赛中，第一局前3手 G2 选择ban掉卡米尔、豹女和辛德拉，还剩一个卢锡安，但是不能放，所以只能以抢代ban拿下卢锡安。但 DWG 这时候就直接选下卡牌，这下问题就来了。卡牌这个英雄6级之后能到处飞，能带线打资源，不知道是不是打金级的时候塞拉斯发挥太好了，教练非常相信 Caps 的塞拉斯可以完美解决卡牌支援边路的问题，直接锁下塞拉斯。但关键点却是 G2 的上路根本不会玩卢锡安，这就问题很大了，只能走下路。所以这一把卢锡安的境地就很尴尬了。你们看这一波，在小龙坑处辅助洛强开团，在船长人马放出大招后，卢锡安只能开大庆祝逃跑，完全没有输出空间。作为一个 AD， 卢锡安前期在线上没有打出优势，后期手短打团没有输出空间，完全没有作用啊。反观对面晋，同样是 AD， 他能干的事可就太多了。团战能 W 控制，开大招在后面留人，只要打中1发子弹，减速给上对面，队友跟上就能杀。所以 G2 团战全面溃败，第一把就这样输掉了。其实我在想，如果这个以选代办的位置给到辛德拉，了解过 Caps 的同学都知道，他的辛德拉也是很厉害的，那第一局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？欢迎大家来讨论区和我讨论啊！这样下来，第一把给 G2 长了教训，自己不能以选代办卢锡安这个英雄，那我就直接ban掉他好了。所以第2局 G2 一开始就ban掉了卢锡安，接下来再ban掉豹女和莉莉娅。莉莉娅这个 AP 野核也是堪用的拿手英雄，但是 DWG 第2局在我看来就是乱办乱玩，直接放出了版本无敌阵容，卡牌加青钢影，这样的双卡双带组合也是非常无解的。当然牛宝能直接锁下剑姬也是非常自信的。剑姬只有2种玩法，一打对线，线上就把青钢影完全打崩，剑姬确实是线上 counter 青钢影的，牛宝也确实打出了 counter 的对线效果。2打单带，剑姬的真实伤害让很多英雄拿他没有办法，但是顶着双卡双带的快支援阵容玩单带，那就很有问题了。女坦在下路拿到双杀后，回家3速鞋直接配合打野游走去杀剑姬。这里有个小细节可以说一下，青钢影在打野和辅助都没到的时候卡6级，在他们到达上路的那一刻 ，A 兵秒升6级，框住牛宝的剑姬，配合队友拿下人头。说到这里 ，Terry 我看到这局比赛这青钢影也只有这一波能吹一下了，因为实在是操作太拉胯了。大家可以细品一下啊，青钢影的关键技能 E 都能 E 空，确实是状态有点不好。不过这同样不影响卡牌加青钢影的变态体系，即使操作拉胯，但卡牌飞上就能直接支援，牛宝再猛也扛不这样被搞。只要你敢动青钢影就要被抓，而单带呢？
青钢影带掉下路伊塔，被草丛中突然蹦出的剑姬直接吓出了 W 和 E。这时候剑姬闪现开大，准备直接拿下，不料卡牌开大又出现了，虚弱给上，黄牌给上，青钢影再一个 E 踢到就拿到人头。这个阵容就很无解，目前是世界赛上表现最好的一个体系，所以这一把 DWG 输了。输的点在于他们想试一试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打这套无解的阵容，所以 G2 能拿到这一分其实是 DWG 放的。关于现在强队去怎么面对双卡双带的阵容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优先办掉青钢影。那强如 DWG 战队都不能解决双卡双带的阵容，那我第3把就不留手了。第3局 G2 还是面临同样的问题，前3手办掉青钢影、豹女、卢锡安，这意味着放掉了辛德拉， DWG 肯定直接笑纳。从 BP 上来说 Caps 选出阿卡丽打 Counter 辛德拉肯定是没有毛病的，但是面对选出上单露露的时候也是以选代办拿下潘森，因为不选对面肯定下一个一手拿潘森。寒冰拿下潘森可以弥补对线的压力，但辅助 Miki 的职业生涯中只使用过1次潘森，赢了那是因为 G2 拿到了青钢影加卡牌， so 这一把的潘森就开始送了。再加上今天 Caps 作为大 C 确实也一直没有声音，几波阿卡丽的团战绕后效果也没打出来，这一把游戏基本上就 GG 了。其实到了这里基本上 G2 就没活路了，要办的太多，以抢代办拿下某些英雄自己又不会，那怎么办啊？最后一局画面实在是太惨了，3路全崩，线上被单杀，连一只混的 DWG 的 AD 都过得非常舒适， G2 的心态已经崩了。其实到昨天比赛开始的时候，我还认为 G2 凭着欧洲血统能拦下今年的 LCK， 但是被我们寄予厚望的 G2 最终还是落败于 DWG。 G2 从 BP 上面就已经输了，当然第2局的 BP 不知道 DWG 出于什么目的，皮肤局，但也确实证明职业比赛除非实力彻底碾压， BP 确实赢一半。而对于弱队来说呢，没有英雄池就没有主动权。话说回来，今天的比赛最让 Terry 觉得可惜的是 G2 连 DWG 的底牌都没摸出来。明天的 LPL 内战是不是也是一场 BP 的博弈呢？这里是05 Terry， 明天我们一起见证时隔3年再一次中韩对决中的 LPL 队伍是哪一支吧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一键3连哦。